就这样趴在你的肩膀，透过窗帘的遮挡，静静欣赏滤镜中弧光，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，需要懂得调色补光。我想手牵手站在你的身旁，看穿时间说的谎，拆掉阻挡在思维里的墙，就像我们的心灵一样，需要知道保持清爽。拥挤的街巷，时光匆忙，影子摇晃，路灯微亮，故事才刚刚开始，我们的小日子还长，想一起牵手去远方。亲家母，说什么事儿？哎，亲家母啊，你现在人在哪儿啊？我跟你说，出大事儿了，咱俩得见一面。1个小时以后，老地方。哎，不，每次都跟宫女见皇后似的，真是。哎，上哪里去啊？还没做完啊？你那什么都要管的亲家母，又要跟我见面啊？哎，亲家母啊，玉兰啊，见面以后啊，好好跟人家说话，别动不动就怼人家。你想啊，你自己倒是痛快了，到时候吃苦的还是咱们女儿。我就想灭灭她的威风，我想让她知道我们茉莉是有娘家人撑腰的，别想欺负我们。哎，以理服人，和为贵啊！你都到了，你不是着急吗？怎么晚了？这地铁口啊离这太远了，我一路小跑来的，这跑我一身汗。喝点什么呀？喝点水吧。服务员，你好，给我来杯水吧，那个免费的那种啊。好的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先看看这个什么呀？哎呦，这谁拍的呀？构图太差了，图像也不清晰，根本就没拍出我们茉莉的美貌。我拍的，你说那个不是重点，重点不是什么清晰啊、构图啊，重点是这2个孩子上海有家，还到酒店去开房，一次800，今天中午还花了600块钱吃中午饭呢，你觉得这像话吗？他们俩去开房，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50平米的小房子啊，一顿饭600，怎么了？不挺正常的吗？静草要是养不起媳妇儿，我可以给我女儿发个餐补。亲家母，首先呢，我得纠正你一下啊，这个房子不是50平米，是57.2平米，这是哪儿啊？寸土寸金的大上海，快60平米了，可以了。这后边得有多少姑娘哭着喊着求嫁呢？茉莉啊，也就是太不懂得惜福，太不懂得知足了。还有，你看看，
这我找出来的啊，你看这吓人不？这都是酒店开房的发票，我数了一下，最起码得有快1年的。不是这茉莉怎么这么能花钱呢？这还嫌我们家的房子小，就照她这个花法，他俩什么时候才能在这里买上房啊？茉莉是没钱，我们有钱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在线已经有16位家人了啊！我们家人们小心心点一点，保持一下热度。哎，哈哈。我们要做到，我拒绝精神内耗，我不纠结，我不焦虑，我要成为高能量的人。那叔叔阿姨可能会问，如何才能做到呢？欢迎下次听我讲如何与内心的小孩和解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黄千牛，我们明天还是这个时候啊！好，又涨7个分，每天进步一点点。哎呀，挺好的，今天状态不错呀。尊敬的客户您好，您的信用卡账单。这黄金牛啊，谁说我你看不见呢？啊，平台水电费，不知道平台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房东马上把水电全拉了。明天。又明天？你现在就转。哎，你的面给我留点啊！留什么留？我们还不够吃呢。老规矩，正面大哥，背面二哥。哎呀！想当初，我们愿意给女儿女婿在上海买套大房子，可是有人目光局限，视野狭隘，他不同意呀。不是你说谁狭隘啊？我好歹我也是个幼儿园的老师啊，我有文化，我不狭隘呀。不是，要不叫我提前退休到上海来照顾我孙女儿，我说不定还是幼儿园园长呢。好，就不算狭隘。呀，短视、自私，这行了吧？那这俩词儿不……张女士啊，我和茉莉爸爸，我们之所以借住到上海，就是为了让我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从小呢，我就教育茉莉，每一天都过得开开心心、风风光光、高高兴兴、漂漂亮亮的。啊，我女儿现在风华正茂，我不想让她每天过得抠抠缩缩、委委屈屈的。还有你，这钱是挣出来的，不是攒出来的。你得好好的享受生活，享受人生。你都这把岁数了，干嘛呀？苦巴巴的一辈子，你冤不冤啊？亲家母，要是没有我跟劲草他爸爸苦巴巴的这一辈子，我儿子能在这里买上房吗？好了，没有人稀罕你家那个小房子，大不了住我们家。你要跟我说的事儿，说完了吧？我就是说这个事儿怎么解？今天就到这儿，我还有事儿。刚才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得认真的想一想，每一句都是真知灼见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我先走了。单我已经买过了啊。服务员，你好，再给他来杯水。好的。让我给你当托，忽悠二姨。
大不了租个房子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，至于弄那么麻烦吗？你跟我爸妈去说那些租房的事儿，他们不理解，他们就认房子，他们就觉得房子是一切，房子就是话语权，只有住在自己花钱买的房子里，那腰板才能挺直。我在我老婆面前腰板才能挺直。不，哎，你爸妈你都说不通，我一当外甥的，我能干什么呀？谁啊？大哥，牛牛。你叫的？我没有。估计没什么好事。大哥，有重要的事求你，一定这回帮帮忙。呀，二哥也在呢，双喜临门，我今天这事儿肯定能成啊。二哥，最近忙啥呢？开心点。哎，别闹。哎呀，大哥呀，你这房子我真喜欢，这房子真好。哎呀，看这个江景，每次来都有一种催我上进的感觉。大哥，我能不能搬过来住2天？想都别想。哎，千牛，你别捣乱了，我跟大哥要说点正事。你有正事得找我呀。我喝口水。哎，大哥，我跟他想了一下啊，是这样，你一定要绕开话语权的这个话题，着重带我妈去畅想一下今后的美好生活。你可以这样说，你要结婚了，然后让她陪同你去看看新房，让她感受一下，带她畅想一下3代同堂生活在一个大房子里的美好前景，就发挥出你平时作为高级分析师的口才呗。全家族的人都知道我不打算结婚，更不会买房，前提不成立。成立？感情的事儿谁说得准？你就说你突然之间遇到一个女孩，就一见钟情了，必须要跟她结婚，你帮帮弟弟，弟弟必有重谢。不是我不帮你，我帮你忽悠完二姨，那我妈那我怎么圆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妈恨不得24小时催婚，我帮了你，我自己后患无穷。宝剑，我真帮不了。二哥，有重谢我来呀。我听懂了，不就是忽悠我二姨吗？你要换个大房子，前提是要把这小房子给卖了。我跟二姨关系好啊，她听我的。我要结婚了，我要买个大房子，我让二姨感受一下3代同堂的其乐融融。到时候我二姨肯定会说，千牛都有大房子了，我们家劲草还能去居人后吗？不，千牛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刚才说的那套说辞呢，适合大哥说，不一定适合你说。这段话从你的嘴巴里边说出来，我妈不一定能信。哎，我让她信不就得了吗？大哥也不帮忙，信我一次，死马当活马医。不，牵牛啊，你这什么时候谈的恋爱？二姨咋都不知道呢？哎，女方条件怎么样？她本地人，拆迁户，性格大大咧咧的，也大高个啊，皮肤黑了点。之前听过我讲课，深深的迷恋上了我。谈了3个月，我觉得缘分也到了，就谈了。不，那你告诉你爸你妈了吗？就房子的事一定，我就跟他们说。拆迁户，那你算入赘啊？你爸妈能同意吗？二姨，这个思维要扭转一下啊，这是纯粹的财务问题，家里当然男人说了算，但得先有家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拿这个婚房当杠杆，我先上车，然后慢慢建设。妈，我们3口怎么能搬来这儿住啊？你答应过我说要给我买房子当嫁妆，你忘了？哎呦，怎么生了这么傻一个女儿啊？这是一回事吗？好几百万呢，朱劲草不来张口，让你回娘家来要钱，他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哎，他怎么好意思跟你张口要钱？你也知道他不好意思跟我张口要钱。我跟你说啊，爸妈愿意给你花钱，那是我们心疼女儿。那朱劲草干什么了啊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他要沾这么大的光？我告诉你，
那钱我不会出的。当我没说。要我出钱也可以。那新买的房子，房本上只能写你一个人的名字。买房子朱静草也要出钱的呀，你就写我一个人的名字，你觉得公平吗？你就知道跟我横。当初买婚房的时候，我们想跟人合着买，人家不愿意呀。那房本上也没有你的名字啊，有吗？这么小的房子住了7年，现在知道大房子好了。我很公平啊，我自己出钱给我女儿买房子，我不要跟他们老朱家合着买，我不想。茉莉呀，妈妈说的有道理呀，公平啊。将来啊，爸爸妈妈的财产啊都是你的，不能便宜他们老朱家吧？妈妈是为你好。你那个画的事儿怎么处理的？要赔多少钱？跟妈妈说，妈妈打给你。不用了，画的事儿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。爸妈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茉莉，你还没吃饭呀？哎，你说你这个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跟女儿说呀？啊？我说了一句重话吗？我告诉你老公，这种原则性的事情，你少和稀泥。就这户型，请进啊！来来，我给您介绍介绍。别，我来啊！二姨看看这个，一进门就一个大书房，在这看看书多舒服。你看这阳光啊，来这儿。哎呀，这大飘窗，你看看，在这儿晒个太阳。我喝完茶，我还得喝杯咖啡呢。这最舒服的地儿啊！哎呀，这一弄一待一上午啊！我一待到这儿待一天，待一天，净做好吃的了。对呀、那个，这我得要隆重介绍一下啊！3个卧室啊，3个卧室。主，哎，这主，我跟我媳妇儿就住这儿，大屋啊，在这儿。那个，将来给孩子的，啊，也就这1、2年。行啊，这边来了啊！哎，进去感受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就到时候我爸妈来，他们就住这儿。哎呀，挺好，这上个洗手间方便啊。行啊，你想呢？挺孝顺的。哎呀，不如我哥。哎，你把你爸你妈接过来，你对象能同意啊？那有什么不同意的？那必须得听我的呀。二姨坐。哎呀，听你的？他必须得听我的，就像我必须得听我爸妈的。我嫂子也得听我哥的，我哥也必须得听您跟我二姨夫的呀，是不？哎呀，二姨，您不知道，其实我二哥对你们挺愧疚的。他时常跟我说，他觉得你太辛苦了，亏欠的太多了，又带孩子又做饭，多累呀。他时常跟我提起，他希望您在上海有一个单独的空间。就像这样的空间，温馨、舒适、安心，多好。他呀，有这个孝心呐就行了。我哪有你妈这福气？阿姨，说啥呢？
让二哥买一套不就得了吗？到时候跟我们住对门，互相还有个照应。你跟我妈小姐妹俩天天唠唠嗑，这个房子我多买，我多买是不是折扣还能大点？有，阿姨多买有折扣。哎，不用跟我说折扣，这么大的房子我买不起，没钱。哎，钱有，你让我二哥把那小房子一卖，首付一交，这大房子不就住进来了吗？啊，到时候甜甜蜜蜜3代同堂，跟我妈当邻居，哎呀，不要太舒爽啊！二姨，哎呀，别合计了，咱买不买的，咱先登个记。来，不是登记要钱不？哎，登记不要钱，阿姨您放心。登记要什么钱？你看这全都登记的，你看这么多人。阿姨，黄先生说的对，咱们这个楼盘啊，可遇不可求。您看刚开放就这么多人来登记了。签这儿。哎，可以。签我哥啊，周进草。郭茉莉，这不朱进草吗？重名儿，这重名儿这是。名儿能重，电话也能重吗？缘分，这不巧吗？嫂子也来看我，这一家人想一块儿去了，你看看多好。哎，哥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哎，出什么事了？要身份证干嘛呀？给我先替你保管几天啊，省得哪天我一觉睡醒，房本上的名字都变了。这不是吧？这事儿啊，你听我跟你说。你不用说了，无非不就是为了可吗？啊，哎呀，学区房3间卧室，3代同堂，和和美美，对吧？你这不挺明白的吗？我是明白呀，千牛和售楼小姐比你说的好。妈不明白的是，你怎么事事都听你媳妇儿的？哦，让你开房你开啊，让你卖房你也卖。金草啊，你还是不是个当家的男人啊？二姨，开房啥情况啊？这可原则问题。你小孩瞎打听什么呀？妈还是那句话，这叫赖狗扶不上墙。你把扶狗的都累死了。你看，那千牛都比你明白。妈，你听我说，我是这么想的，那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嘛，也算是家庭财产增值。我也是为了您跟我爸考虑，那住上了大房子，你跟他就不用两地分居了，你说是吧？你为我跟你爸考虑是吗？啊？你忘了这房怎么买的？我跟你爸省吃俭用了一辈子，给你付了首付买了房，你爸每天早点都没超过3块钱呢，儿子。这房你说卖就卖了，你连个招呼都不跟我们打一声。哦，这你叫为我跟你爸考虑？反正不管怎么着，你回去跟你媳妇儿说，卖房绝对不可能。别着急啊，二姨啊。哎，你下班早点回来啊，想吃点什么呀？红烧肉吧，二姨，你那红烧肉做的太入味了，我做梦我都流口水。行，那就红烧肉。早点回来，妈给你做红烧肉啊。哥走了，你站着。这是干啥啥不是？是啥啥不是？你说要帮我的，就帮成这个样子，你耍我吗？不是，哥，我尽力了，我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就让我吃一顿吧。啊，二姨，二姨。这是我全部家当，继续转吧。42万，
你太有钱了吧，小富婆！我的存款从来就没超过5万块钱。那是因为你有强大的娘家。你要没钱的话，你妈妈会转给你。当然，这次换房除外啊。这一次呢，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。你爸妈针对的不是你，是你婆家。换我是你妈，我也不给。所以我才失落呀。你说我都30多岁了，结了婚生了娃，我这过日子不是靠我婆家就是靠我娘家。行啊，喝2杯知道反思自己了。我最近觉得自己特失败。你看你都混成总监了，我还是一个小经纪人，你都靠自己能力买房了，我呢？大柱，我再说一遍，那是因为我没有任何依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的首付是我爸妈给我的遗产，要不然谁能在这里买得起房？转账，这我可不敢。老公，要不咱们租房子搬出去住吧？有家不回，咱妈肯定不同意。动力强劲、强有力的刹车系统，充分了保障行驶的安全。流行的外观、舒适的坐垫以及金属微。哥，我才是赖皮狗扶不上墙。那请你再给赖皮狗一次机会，我保证成功。不是什么乱七八糟，黄千牛这说什么呢？他有毛病。喂，小王。喂，你好，是顾茉莉女士吗？你稍等啊。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您登记到浩瀚天成楼盘第1批摇号，您被抽中了，10天后到售楼处现场选房。还有通知您10天内将300万预备金打到我们指定的监管账户冻结，否则呢将视同您放弃本次的选房资格。您听明白了吗？我听明白了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老公，你听见了吗？我老婆手气真好，我跟着沾光了。这房咱买定了。买。还愁呢。我一夜都没睡着。我是讨厌老朱家，可是委屈的是我女儿，我不甘心啊。我这不是也一夜没睡吗？可光愁不行啊，得想个办法解决呀。你看茉莉走的时候跟我那么生分的样子，我心里很难过啊。怎么解决？我觉得这个事情啊，不能光在女儿身上使劲儿。就按我说的这么做。好的，朱总。朱总，稍等一下。怎么了，崔生？朱总，您的50万贷款申请，它不符合我们住房计划申请的一个要求。怎么个不符合？住房支持计划，它针对的是服务满5年，且需要有强烈的住房需求的一个刚需员工。朱总，您的服务年限是够了，但是你是有房子的，这个是属于改善型需求，对吧？我住房需求很强烈的，我一家3代4口人，1室1厅50多平，你说强烈不强烈？但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规定，它只针对的是无房刚需的员工，所以非常抱歉，不能为您破例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朱总。没事。喂，爸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来。来，金嫂，来喝茶。谢谢爸。哎，茉莉呢？没有叫他，
今天爸爸妈妈想跟你单独谈谈。哦。金嫂啊，工作都很忙啊，我就不铺垫了。这个爸爸妈妈呀，是想和你谈一谈你们换房子的事情，和你商量一下啊。是这个样子啊，这个茉莉啊跟我们说，想让我们给你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援，我们拒绝了。啊，这个事儿茉莉没跟我说。金桃啊，你看啊，咱们之间啊不仅是翁婿关系，而且是各自家庭里的大男人。今天呢，有一些难听的话，我索性就摊开来说啊。你看当初啊，你和茉莉结婚的时候，你父母就执意反对我们一起凑钱买房子的好意，可是到头来呢，就给你们买了这么一点点的小房子。非但如此啊，这个房本上啊，没有写我女儿的名字。金桃啊，你是否承认啊，你父母从一开始就不尊重我女儿？我承认，这个房子是小了点，但那也是我爸妈省吃俭用，倾其所有为我买下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非常感激他们二老。当然，他们也有很多很固执的想法，我左右不了。什么想法呀？说到底就是你父母怕我们家女儿占你们家的便宜，是吧？他们不是这个意思。金桃啊，我们都心知肚明，你父母他们就是这个意思，他们就是一直在防着我的女儿，他怕她和你过不长久。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如果有人这样不看重、不尊重苛刻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不会生气啊？啊？更不用说，茉莉嫁给你以后吃了多少苦啊！他是真心实意的想和你在一起，你们家就这么对的呀？啊？爸，都是我不好，但您放心，我会努力赚钱，我会凭我自己的本事改变现状，让茉莉过上好日子。金桃，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能力啊！你看，就现在这个大城市的房价，靠你们年轻人努力拼搏就能够换上一套大房子，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！你觉得你卖了房子，我们给你们添点钱，你就能够顺顺利利的换上一个大房子吗？我表示怀疑。你的那个小房子呀，你做不了主。我可以。好，就算你可以，我们也不同意和你们家一起买房子。我说的这些话你明白吗？啊，我明白。那爸，您的意思是这房子可以买，但是只能写茉莉一个人的名字？哎呦，我就说嘛，金草儿是个明事理的孩子，跟我们想到一起啦。金草啊，当初啊，你们朱家呀，怕我们家的闺女啊占你们朱家的便宜，现在呢，我希望你们朱家反过来也如此，啊，平等，好不好？理解吗？理解，爸。这样，我回去以后我就写一个声明，拿去公证。无论发生任何情况，这个房子永远只属于茉莉一个。不用麻烦了，老顾。啊啊！我们已经咨询过了，
协议已经拟好了，你看看，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签个字，按个手印儿。我们吧，就是主要是心疼女儿，我就是希望我女儿能够在自己的家里自由自在、随心所欲、挺直腰杆的生活。这个你懂的吧？我懂。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还有什么要求？这份声明千万不能让我爸妈知道。你放心，就在我们3个人之间，茉莉也不用知道啊。对的，对的。那份合同，我看都没看就签字了。只要茉莉的爸妈开心，大家不闹，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几位这边请。这幅作品叫《无限13》，作者是许东荣。不好意思啊。马上看你的账户。喂，260万，妈，你改变主意啦？妈总不能看见你有困难不帮吧？妈，你真好。你现在知道我好啦，茉莉呀，你要记得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最心疼你的都是爸爸妈妈。那说好了，这笔钱算我跟金草借的，等到我们挣了钱，一定还你。哎呀，借什么借呀？妈送你的，不用还。要不要是你的事儿，还不还是我们的事儿。顾小姐，马上。忙去吧，挂了。谢谢妈妈。老公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妈给我打钱了，260万到账，明天我们就可以去选房了。是吗？真好。对呀，我爸妈对我太好了。是啊，对你太好了。你怎么能有点不太高兴呢？还有，我为你开心呢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啊，老婆，我想着，要不这次买房别写我名字了。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只说你一个人的名字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买这套房的时候就没写你的名字，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这次你就当给我个机会，表表忠心呗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洗澡去了。年轻的时候
经常被情绪左右，有很多不满，想要发泄。情绪就好像这个球，每当我狠狠地砸过去，弹回来，最后伤到的还是我自己。后来我开始明白，我必须要学会和情绪做朋友。我不能无视它，但我也不能被它控制。成年人必须要学会情绪稳定。大多数女人比男人更加情绪化。我同意朱劲草的观点，在婚姻里不能太自我，不能太任性，要有大局意识。根据情绪稳定定律，在我们家，我负责情绪，我负责稳定。上次你不愿意跟朱劲草他们一起买房子，不给我钱，我当时确实不太高兴。可后来我理解你们的想法，结果后来你又给我钱了，我以为你是心疼我，没想到你们俩是背着我去羞辱朱劲草。哎，你要不要把话说得这么严重啊？什么羞辱不羞辱的？那是朱劲草自己提出来的，我们只是同意而已。你们根本就没把他当自己人。哎，那朱家也没把你当自己人呐。对呀。啊，你们跟他爸妈是一样的呀。茉莉啊，你冷静点啊！你看啊，你觉得呀，我们让朱劲草去做公证是不近人情，是吧？不是吗？可你想过没有啊？就你们要想换房子，即便我们支持，也是实现不了的。对呀。爸爸今天就把话放到这儿，你们那个小房子根本就卖不掉，因为朱劲草他爸爸绝对不会同意的。朱劲草做不了他爸爸的主，那是他们家的事儿。朱劲草是你们的女婿，我的老公。你们这么做，不光伤害了他，也伤害了我。那朱劲草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前脚签字，后脚就卖惨。他什么也没说，是我自己发现的。哎，老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机械厂宣传科长。难怪，气质啊就不一样。您这是来上海开会啊？回家。我没看出来，我啊还以为你是外地人呢。这个外地人脸上都刻着字呢。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啊也是外地的。成长的理由，没有人轻易猜透，总是希望时间倒流，挫折退后，最初的所得能够一直在手，甜美的时刻可以始终不走，幸福的尽头总有人先伸出手，总是想要先到上游再做挽留，苛责的背后是另一种温柔，只是不符合想象中的拥有，不需靠放手来证明自己拥有足够的自由，满足成长的需求，不需用担忧去表达内心的
是我在。